今天咱们讲一下这个激光雷达吧。好多人对激光雷达封神了，激光雷达就是个神，就是无敌的存在。但好多人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激光雷达的作用是什么。激光雷达我说的简单一点，激光雷达是发出去激光，碰到前面的障碍物又反射回来，因为前面的障碍物的距离不一样，这个大小不一样，它反射回来的时间不一样，就产生这个时间差，算出来就产生了一个建模。现在苹果手机好像从13是12啊开始就有激光雷达了。它能干啥？你们可以试一下，下载那个软件去试一下，做一个建模，就是你扫描之后就能把你现场扫描下来，扫描下来就知道你这个房间的构造，哪个地方有凸起，哪个地方有啥，这是激光雷达。有没有优势？有优势，它比较准，它准确度比较高，它可以测出来前面这个车的距离，可能比如说我们肉眼看，哎，大约我的眼睛到它2.5米、3米，实际上你量一下可能是3.5米，可能是2.8米啊，不是那么准，是吧？越远越不准啊。你比如前面那个楼啊，我感觉100米，但实际你量一下可能是150米，也可能是90米。就是越远越不准，越近越准。比如人的眼睛这样，这个手指头离方向盘多少？1厘米，准不准？你不信你拿卷尺量一下，100%准，差不了1毫米。再近一点，哎，1毫米准不准？保证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我的手离屏幕多远啊？那个可能是25厘米，但准不准？没有，可能误差有几厘米。就是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？就人眼也能测距，但不是特别准。那人眼不准行不行啊？没有问题，没有人说是哎，我的眼睛不知道离前面多远，我撞墙了，我自己走路我撞车了，我骑着自行车我撞上去了，我开着车我撞上去，我眼睛测距不准，没有人因为这个问题不准那个导致的，是吧？所以说准不准没有那么重要，对于开车来说没有那么重要。再就是激光雷达，好多人觉得大雾天呀、那个下雨天啊都可以。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，就发出去一束光嘛，是不是？发出去一束光，然后又反射回来。那这个时候就是，如果有大雾的话，就是它发出去的光它回不来，它穿透不了物体，碰不到物体也回不来，出去就弥散了，全部扩散出来了，也回不来。所以说就不存在什么呀？不存在大雾天它也能开一样的，摄像头看不见的，激光雷达更看不见，能理解吧？你们可以做个实验，找个鱼缸里边放上清水。买支激光笔很便宜啊，你那个到网上去买很便宜，打开之后能射就很透嘛，过去了。包括激光笔你们一射能很明显射到那个远处那个楼顶啊，包括远处那个一射就过去了，就一个点过去了，它的穿透力很强。哎，他怎么知道它要停止？哦，开双闪，然后就想绕一下。就是激光雷达的原理就是这样嘛，是不是？它并不是说它是无敌的，它那个都是光学的，说白了，光能过去的，能回来的。那个摄像头能，它也能，甚至摄像头比它还强，摄像头还能分析这个算法，但是它那个光穿透不了。就是你刚才说那个鱼缸那个啊，你里面就是透明的之后能穿透，然后你搞一些牛奶放在里面，模拟这个大雾天，你再用激光试一下，穿透不了的，甚至它只能穿透几十厘米，就10厘米、20厘米，根据你的浓度啊，你的浓度越浓，它的穿透的距离越近，直接过不去，知道吗？过不去的没法测距啊。那下雨天你说它有问题吗？也有问题。因为下雨天就是你发出去的激光再回来，它碰到了那个雨滴，会不会产生干扰？会啊，它不产生干扰，这人的眼睛是看到了就是雨滴的反光才知道了这个干扰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能右转的呀，它是让人嘛。要不就识别红绿灯错误，我点一下键本。所以说激光雷达它不是咱们想的那种神，而且激光雷达的分辨率很低。你可以搜一下，就是这个咱们车上的这个激光雷达是多少，就是一般是200线、几百线。几百线是什么概念？非常就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建模。那个摄像头呢？那摄像头你比如说800万像素的800万像素4K 的吧，4K 分辨率的，就是800万像素，800万个点。800万点是是200万线吧？哎是多少？哎，不是200万线，是4000线，4096乘以2160嘛，这个4K 的标准是吧？啊，3840乘以2160嘛，是吧？3800线，那这个数据量是多少啊？200线和这个是多少啊？这是面积，这是乘多少倍的一个增加的，是吧？差了多少？你就是200乘200是400，是不是？就比如说它横着200，竖着200，200乘200是400的像素，是不是？但是那个4K 4K 呢？特斯拉好像500万像素的，是500万，知道吗？这个刹车太急了，礼让行人太过了，这个，他整个开车都没有急刹，就除了遇到人。所以说，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激光雷达呀，它的弊端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它的分辨率很低，一个非常低分辨率的这个画面回来了之后，它对车端的运算能力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，就非常大的算力去解决这个东西。现在特斯拉的问题啊，就是这种窄路，遇到电瓶车、摩托车还好，就主要是遇到人，只要人站在那儿，
就是站在路边他就会停止。就是人如果直着往这走，你看就跟这个人直着往这走没有问题，因为他能判断这个人不是要过马路，是直着顺着路走，他几乎不做反应。但那个人就刚才那个人突然站住了，拿手机玩吧，就突然站住了，他就以为他要过马路，他就会停止。这一方面，看他们后面怎么去优化吧，也可能就是这样是好的，不需要去优化。你看前面这个人出来了，他就直接就很怂。哎，随便找这些小路还挺有意思，但是我不爱走这种路，有的时候我会踩刹车，不踩那个电门，踩电门这样去开，方向还是他控制，就是让他那个不要让，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所以说这个激光雷达那个它不是完美的，你这个大雾天它也不能开，知道吗？而且下雨天它也更差，它不如摄像头。摄像头咱们看到的东西，下雨天就咱们人眼下雨天你会干扰你开车吗？不会，摄像头更一样的，是吧？然后那个夜晚呢是一样的，夜晚的摄像头也是比人眼更厉害的，所以说都没问题。你真正大雾天大到了车没法开的时候，人也没法开，都不能上路了。你说伸手不见五指的这种雾能开吗？不能开，啥也不能开，激光雷达也不能开，摄像头也不能开，人也不能开。如果有10米的能见度，那我这个速度可以这么个速度，5、6、10公里的速度去开，那摄像头它也能开，也都要跑得慢。也不是说你这大雾天是，比如说激光雷达它很牛逼，它能穿透大雾，就跟毫米波就那些雷达一样，它都很牛逼，它没有这种咱们说的这种局限性，你也不能开。大雾天所有的人所有的啥在路上开都跑得很慢，你不能去跑100，那你去撞车吧，你去撞人吧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礼让，只要这个人一直在那走，他一直礼让。旁边来的人，如果现在旁边来的人，他还会礼让。但是其实这种情况我不急，因为前面你过去了也是堵在那个路上。说实话，这种路做的不好，做的太保守了。当然，可能那个国外的那个驾驶习惯就是这样吧，只要有人必须要停下去让，这个人的权重特别高，可能是这样吧。那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啥了，因为他前面一直有人走，你知道吗？一直有人，我踩电门啊。这样其实我也可以很好的控制过这个啥，因为他这样就是络绎不绝的一直走，他不会去往前挤的，他不会和人一样往前挤的。但是目前的状态我可以很好的去解决，就稍微去踩电门去控制它的速度，包括这些都可以。好，就这样吧。